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上期节目我们聊了聊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看起来真的是惨不忍睹，外资不断的撤离，而且房地产行业的危机一直不断，即使它大放水去进行强刺激，仍然效果越来越差。那么李克强去世之后，现在还有一个国务院的李强，也算是个务实派，但是不管是李克强也好，还是李强也罢，他们都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整个大的每况愈下的趋势是他们都不可以阻止的，因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和国际格局所决定的，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可以力挽狂澜。当然，他们也在想办法去做一些工作，比方说就在这2天，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已经推迟了1年多，这次终于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强调有2点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所谓的集中统一领导，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威习近平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的权力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一言九鼎，所有人不能够违背习近平的指令，做出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的事情。你哪怕觉得你是好意，你在拯救经济，但是如果你违背了习近平的旨意的话，那你也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一种权力的核心的问题。金融毕竟直接涉及到了共产党的政权稳定，所以说他必须要把握政权稳定作为最高的这个宗旨，而不是经济的活力或者是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啊。这经济数据都是其次的，大不了这个统计局做做手脚，对吧？蒙骗一下，蒙混过关。但是金融毕竟是钱袋子，是共产党维稳的钱袋子，这个不能少。如果共产党的钱少了，资源少了，那就直接意味着他没有办法投入到公检法、军队等这些维稳力量当中。那么他没有办法去用强制力的手段维稳，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推翻，或者是他控制不了下边的局面了。地方政府都需要是上级给输血，中央财政也紧张啊，但是它可以印钞，对吧？然后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它可以消耗它的外汇储备，它毕竟还有庞大的对外贸易，所以外汇枯竭还没有那么快，所以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特别是印钞的方式，来给下边发钱，下边才有了钱，公安局有了经费，才能给你干事儿，才能够你维稳，对不对？才能请那么多的什么辅警啊，什么这个体制外的人员去补充警力。比如说国企拿到经费之后，他现在也要设立所谓的人武部、人民武装部，替公安部门去分担一部分这个维稳的任务。你可以看，就是他上边有经费才做得到，这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如果没有钱了，底下的人拿到这经费了啊，他连这个装备都买不起了，他只能去自力更生，去想办法去捞钱，对吧？跟地方的企业去官商勾结，然后获得利益。那请问他们还会听中央的话吗？那不就形成了财阀和军阀吗？这就是共产党未来倒台的其中一个模式。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共产党的这个钱袋子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必须要强调，你所有的金融的政策全部都要来自于习近平，必须习近平首肯，习近平批准才能做得了。所以这个强调是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他也说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你加强金融监管，就这个整个金融体系就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就更是背离了自由经济的这个原则，对吧？那西方的企业也更难进来，更难进来投资，然后更难去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运作，那你也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活力了。金融市场当中投资也很难进入那些真正的产生效益的这个部门，而是进到了还是政府投资带动的那些部门，比如基础建设之类的啊，这些耗费债务的、这些继续增加债务的领域。那么再看它另外一个任务，这次会议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说要把坚持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出现金融上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危机？它一定是缺少政府管控，就是它的自由经济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政府如果介入了，政府 take over 了，由政府来通过这个计划经济的指令来处理这些投资或者是这个生产方面的问题，
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金融风险了。所以也意味着政府会进一步的介入到民间经济的运作当中，那使得中国经济会更加的背离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基本的精神。而且他整个会议没有提到说要有任何的结构性的改变或结构性的改革，没有。之前李克强还讲过几句啊，现在也都不提了。为什么？因为改革不了的话，只能所谓优化，对吧？他这里面讲的是优化债务的结构，你的债务不断的积累，它只能通过一些小的手段，什么债转股之类的啊，降低债务，也就降低风险。可是问题在于你的债务还在不断的累积，你虽然有这种小动作，但是这个钱就是一个大缺口，而且是个无底洞。所以说，在一个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下，你越是收紧这个政府的管控，那导致就是这经济越来越不振，那么问题会越来越多。但是你相对来说又会减少一些风险，但是你这样做会造成未来更大的风险，除非你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啊，但是它很明显是改变不了的啊。那么怎么办呢？那就继续的这样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一定是被拖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已经看到了这种很明显的衰退迹象。那么要不然你就把这个经济结构彻底转型为消费市场，要不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之前我讲过的，把它变成社会主义，变成计划经济，政府全面接管，跟市场经济一点关系没有了，民间资本全部国有化。我就请问，你还怎么出现风险？就算你房地产泡沫爆掉了，那又如何呢？它都没有泡沫这么一说了，对不对？如果都是像过去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分房子住，你不用买房，甚至你的工作都是政府来分配给你的，那还有什么失业率的问题吗？那还有什么房贷的问题吗？那还有什么债务的问题吗？都没了。所以政府把它全部吸收了。但是这种体制它是一个自我消耗的内卷体制，不断的作茧自缚，但是这个体制会不断的萎缩，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一直到70年代它已经快差不多了啊，所以它不得不要改革开放。可以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国的不管是科技水平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那个时候是跟西方差距最大的。后来慢慢就追上了啊，因为后来跟西方接触之后啊，引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是差距最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闭关自守了几十年，至少是中苏决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不到10年的时间，不到10年中国就撑不下去了。你可以看到，也就是习近平为了维持他的统治，必须要实现所谓新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改造完之后，恐怕也用不了10年时间啊，他就不行了。但至少他还能拖10年，对吧？如果你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你还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话，然后你的改革又进行不下去，你又不能够触及核心利益，那你经济衰退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甚至社会动荡。现在已经看到了，已经出现苗头了啊，所以他要进行党内清洗，甚至还可能干掉了李克强。然后回到刚才的话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中国的央行和外汇局都下发了通知，说要坚决贯彻会议的精神。什么精神呢？说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他提到了政治性，意思就是说，金融工作其实就是维稳的一部分，就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部分。这是它的政治性，政治性才是一个党国体制的最高的宗旨，一定要强调政治。说过，中国是政治挂帅的。人民的生计、人民的死活都是排后面的，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如何维持共产党这种不受制约的专制体制才是第一位的。所以金融工作直接是触及它的核心，触及它的钱袋子问题。如果你金融工作没做好的话，那你说明你什么？说明你犯了政治错误，不是你水平问题，或者是工作上有任何的这个缺失，而是你政治思想不过硬，缺少政治意识，缺少大局意识，对吧？其实最好的案例就是之前的这个雄安新区，习近平指定要建立这个千年大计，结果千年大计变成千年大笑话。有一个人在网上调侃，他说雄安新区的主体建设已经差不多了，不过目前还没什么人。有一帮傻子说又白白花了几千亿建一座鬼城，这些人鼠目寸光到了一定地步，还不忘出来丢人现眼。雄安新区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仅为了承接副首都功能吗？错，这是为了承接未来的联合国总部。至于那里的房子，如果想出售，早就卖空了。一旦联合国总部迁到雄安，会有一大批国际人士入住，哪能现在就把房子都使用出售完了？
俄罗斯一直在说联合国总部应该迁出美国，最近土耳其也高调呼吁，想成为新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或者是成为将来中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心所在地。首先，这个国家要安全、要公正、要先进、要环保。雄安新区目前条件全都具备了。雄安新区规划发布第一天我就说，这是未来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说实话，这个人是一个五毛，是个粉红，所以他讲这个话呢，不是在讽刺。但是大家听起来感觉这是像讽刺，就是说他们已经蠢到了说出这些话来，大家都觉得你是在说反话吧，就这个蠢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有人就讲了，说你是不是高级黑？作为党员，我反对一切阳奉阴违或阴奉阳违的言论。雄安新区当然是习近平一拍脑袋决定的，要建立一个金融中心，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符合这个现实的，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这一看就是一个外行人，但是他有权利啊，他就决定这么做。大家底下的人呢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一起做。阿里巴巴呀，什么这些公司啊，都那儿开一个办公室，意思意思而已。你愿意这么玩，那大家就一起陪着你玩啊，毕竟这是皇上嘛。如果你不陪着皇上玩的话，皇上会觉得说，我说要建雄安新区，你不跟着进来投资，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我们现在的党中央的决策？所以大家都怕担责任，怕担政治责任，所以说投资了一大堆钱进去啊。当然政府是投资最多的。结果呢，现在是一个笑话在那儿摆着，但是它背后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含义的。就是它虽然起不到经济上的作用，但它至少可以在政治上是一个标杆，这是皇上亲自的指令，这是圣旨，就是让你们都排站，一个个都给我表忠心啊！所以它有政治上的含义。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这其实是其次的，不重要。对于中国这种体制来，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政治结构，讲的是政治权力。就是说，它虽然是个很荒谬的事情，但是皇上说了，下边就得干，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什么资格去指出这个东西荒谬？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敢否定雄安新区，因为所有人都必须要政治正确，都必须要跟党走，听党话，感党恩。通过雄安新区的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政治权力的安全运作才是第一位的。真正是否产生效益，真正是不是造成了大量的铺张浪费，这是其次的。毕竟韭菜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没有权利过问他们的税金都去了哪里。那么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可以在最后补充一下，就是网上有谣言说富士康被当局彻查，要补交1800亿人民币的税款，另外有相当于2万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土地将会被收回国有。那网上有这个消息之后呢，富士康的股票大跌。虽然富士康集团辟了谣，说这个事情是无端造谣生事，肆意捏造事实，但是它的母公司鸿海还是暴跌了6%的股价，还有工业富联的另外一个下属企业暴跌了将近10%。大家还是担心这个谣言可能成真，毕竟现在共产党确实有这个消息指出在调查富士康，虽然这个消息可能是假的，但是调查总是真的吧？没有2万个足球场那么大，那1万个足球场那么大也够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就干脆还是抛售这个富士康的股票算了。富士康被共产党制裁，这是早晚的事儿。在中国，你只要不是共产党完全可以操控的一家企业，他都担心你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他都会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不把你收回国有就算便宜你。我觉得收回国有也是早晚的事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其中一部分任务啊，他现在还没有完成，我想必在未来这2年可能就要真的动手了。这也为什么他现在要开始对这些企业进行全面的盘查。别忘了，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成功上市，难道这不是习近平给拦下的吗？在共产党的权威受到挑战，共产党的钱袋子越来越瘪的时候，他不会允许大家继续的享受过去改革开放的红利了。为了维持他的党天下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接下来就是全盘布局，然后一声令下，大肆割韭菜的时候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